事情要从1个时辰前说起。彼时蓝忘机已经浇完了水，重新坐在秋千架上，看魏无羡忙碌。院子里来了只小猫，冲着2人喵喵叫了几声。魏无羡笑得自厨房内拿了小鱼干出来，见蓝忘机百无聊赖的模样，干脆将手里的小鱼干丢给蓝忘机，让他来喂。蓝忘机家里没养过猫，他从前也没近距离接触过。小猫小小一只，是书上说的很普通的那种狸花猫。蓝忘机拿了小鱼干，蹲在小猫跟前盯着它看。魏婴，它认识你。小猫似乎有些怕它，又抵挡不住蓝忘机手里鱼干的诱惑，原地转了几圈，又冲着魏无羡喵了好几声。魏无羡手下动作没停，嘴上道不知是谁家的猫，偶尔会趴在屋顶晒太阳，只是不常来。蓝忘机哦了一声，看着终于还是没抵挡得住诱惑咬上了小鱼干的小猫，笑了笑，吃了一顿饱饱的小鱼干。小猫已经不怕蓝忘机了，大抵是发现这人真的恶意，仰着头冲蓝忘机喵喵喵个不停。蓝忘机试探着将手放在它背上，轻轻揉了揉。小猫站着没动，片刻后大抵是被蓝忘机揉得舒服，干脆整个趴了下来。蓝忘机点了点他的小鼻子，不太赞同的冲他嘀咕，怎么这般就放松了警惕，若是遇上了坏人可怎么好。小猫懵懵懂懂的看着他，听不明白他说了什么，只很小声的冲他叫，你是哪家的小猫？有没有名字？多大了呀？蓝忘机正觉蹲得累了，屁股底下被塞了把凳子。魏无羡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正含笑看着一人一猫交谈，或者说是蓝忘机的自问自答。魏无羡听得好笑，眸光却很温柔，问出来了吗？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家在哪，他1岁了，叫喵喵。蓝忘机神色很认真，若不是他眼底带着的那抹狡黠，魏无羡差点就信了。他摇了摇头，垂眸看着，翻了个身，拿肚皮对着蓝忘机的小喵，有些感慨，他虽不常来，每次来我都是小鱼小虾的喂着，他却从来没有留下来过，就更别提是露出柔软的肚皮给他摸了。蓝忘机双眸一闪，仰头看着魏无羡，脸上带了几分显而易见的得意，那是不是说明我更受他喜欢？一人一猫都瞪圆了眼看他，小猫懵懵懂懂，蓝忘机得意洋洋。魏无羡笑着伸手在蓝忘机脸上掐了一把，当然没舍得用力是啊，你更受他们的喜欢，我也喜欢。蓝忘机捂着被掐过的地方，瞪着他控诉，你掐我干嘛？魏无羡无辜的眨眨眼，又一脸无辜的说，看你脸上有东西，我帮你擦掉。蓝忘机半信半疑，指他到底也没被掐痛，胡乱在脸上抹了抹，犹犹豫豫的问他抹干净了没？他动作太过豪放，魏无羡看不下去了，抓了他胡乱在脸上抹的手，指腹轻轻在他脸上擦过，干净了。蓝忘机甩了甩头，突然伸手扯住了魏无羡的脸，你脸上也有东西，我也帮你擦一擦。魏无羡眉心跳了跳，小公子的魔爪爪是不是忘了收起力道？别说，这一掐还真挺疼，只他半点没表示出来，还将脸凑近了些，那你帮我擦干净，我就先谢过了。蓝忘机撇了撇嘴，瞪着近在咫尺的脸，轻轻戳了戳，我骗你的，你脸上很干净，没有脏东西。两人离得太近，呼吸可闻，魏无羡特意放缓了呼吸，目光停在了蓝忘机一张一合的唇上，眸底情绪翻涌。敲门声就是在这时响起的，蓝忘机伸回手，魏无羡啧了一声，强迫自己将目光从蓝忘机唇角处移开，心头涟漪泛滥成灾。他刚刚差点就没忍住亲了下去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绪，又后怕不已，若是当真亲了下去，也不知小公子会不会恼。他抚了抚额，拍门声又大了些，收回心神去开了门。门一打开，大着嗓门，头戴一枝花，唇角一颗痣，很明显媒婆特征的大娘，笑容满面的站在门口。魏无羡一见就知他的来意，大娘已经自顾越过他入了内，环顾了一眼四周，就是一叠声的夸赞。魏无羡搬了把椅子给他，蓝忘机同他打了声招呼，猜测着这人的来意，将自己的凳子和小猫带着离他们远了些。魏无羡被迫听了这人好一顿夸，这人才终于切入了正题，他是来给魏无羡说媒的。那头小猫突然喵了一声，魏无羡循声看过去，同小公子对了个正着。小公子这会恹恹的，看着不大开怀，见魏无羡看着他，瞪了他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
一言不发地回了他自己的屋。魏无羡挑了半边眉，抿唇笑开来。他看清了，小公子说的是这人好烦。半刻钟后，魏无羡也由衷觉得小公子说的对，这人是真的好烦，热情的让他难以招架。他心头又急，蓝忘机明显是生气了，虽不知为什么生气，但魏无羡知道他就是生气了。大娘还在喋喋不休地给他介绍谁家的姑娘怎么好，他微蹙了眉，素着脸打断了他的话，下了逐客令，将大娘送出门，反身关上了院门。魏无羡揉了揉眉心，可总算是清静了下来。蓝湛，你睡了吗？我进来了。敲门无人应，魏无羡想了想，冲里头说了声，直接推门入了内。蓝忘机并没有睡，坐在圆桌旁，以手撑着下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魏无羡轻声向他走近，坐在了他对面。蓝湛，你饿不饿？魏婴，你要成亲了吗？蓝忘机心头闷闷的，出口的话便带出了几分，心底无端升起一抹烦躁。他碰不到也摸不着，就是满心不欢喜。为什么这么问？魏无羡抬手给他倒了一杯水，眸光闪了闪。蓝忘机这反应有些出乎他的意料，我都听到了。刚刚那大娘是来给你说媒的。蓝忘机喝了一口便不愿意再喝，将水杯推远了些，想了想又拿回来，不情不愿地喝了好大一口。魏无羡看得好笑，还真是孩子一般，你不开心？意识到这一点，魏无羡反而开怀了起来。挺不开心的。蓝忘机闷闷点了点头，他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不开心，但事实上从知道那大娘是来给魏无羡说亲的，他就莫名烦躁得很。魏无羡低低笑了笑，为着蓝忘机特有的直白，那你为什么不开心？蓝忘机撇了撇嘴，瞪了他一眼，我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，所以才觉得烦躁。你还问什么问？魏无羡噎了噎，沉默了片刻，循循善诱道，若是你哥哥成亲，你会不会不开心？蓝忘机轻蹙了眉，摇头道，不会，我哥哥若是成亲，我就有嫂嫂了，有嫂嫂了就会有小侄子、小侄女，我开心，很开心。他定定看了魏无羡半晌，突然又开始发愁，我哥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给我找个嫂嫂，他在家那么久，还没见过有人给他哥说媒，他哥好似也不急，平时要不就是忙宗务，空闲下来就陪着他。他一拍额，面上带了几分自责。魏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哥之所以还没给我找个嫂嫂，是因为他从前空闲时间都给了我，没有时间找。魏无羡默了默，不易察觉轻叹了一声，不太明白，怎么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这里？他们刚刚说的明明不是这个蓝湛。你，魏婴，你等等，我先去给我哥写封信。我如今不占他的空闲时间了，让他赶紧找个嫂嫂。他说风就是雨，当即也忘了自己此前还在生闷气，起身坐在魏无羡给他买的书桌前，拿了纸笔出来，刷刷刷的就开始写。